美股从高点跌了已经超过20%了，结果特朗普在4月9号这一嗓子把市场给喊涨了，当天纳指上涨12%，标普也上涨了近10%，这个是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但是后续呢，它没有跟上。如果你看这张图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还没有到底啊。那么美股它到底还要跌多久呢？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3个指标，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指标呢，大致判断出来这个市场会怎么走。同时呢，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大家好，我是新月，放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独立的判断。其实接下来市场无非就是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在牛市涨了2年之后，出现了技术上面的一个小熊市，也就是涨了多了要跌一下才有力气继续涨嘛。那目前这个低点呢差不多就是底部了，之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震荡一下，然后筑个底，之后再慢慢重新回到上涨趋势。第二种状况呢，就是经济真的出问题了，这个也就是现在市场最担心的情况，因为特朗普这些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引起中美的贸易战争，进而引发进一步的经济的衰退。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的话，这个股市再跌个30%，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00年时候的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呢，都是经济危机出现了，那股市上面跌个50%，出现大熊市就完全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第一种情况的小熊市调整呢，还是会出现第二种真正的衰退开始，出现一个特大熊市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下面的3个指标，可以让我们做出判断。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呢，就是经济基本面。通常呢，对市场影响最大的3个核心指数就是失业率、通胀率和 GDP 的增长。只要这3项里面出现任何一个明显的恶化，股市大概率都会下跌的。比如说2022年美国这边最高的时候，通胀达到了9.1%，结果呢，纳指全年就下跌了38%。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失业率其实是一路上升，最高到了10%，那美股那个时候跌幅也超过了55%。历史上面每次 GDP 如果连续出现负的增长的时候，几乎上都是伴随熊市，比如说是2000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2020年疫情以及2022年的时候。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呢，没有到非常差的地步。失业率目前是在4.2%，从历史上来看，目前属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虽然大家现在都担心关税之后物价会飞速的上涨，但是如果只看目前数据的话呢，通胀是下降的，从3%降到了目前的2.4%左右。从长期来看呢，也是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GDP 的增长也可以，2024年第4季度呢，它的增长是2.4%，全年大概在2.5%到3%之间。从数据上来看呢，美国经济上的表现其实目前还是可以的。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比如说是美国、加拿大、欧洲些国家呢，它的 GDP 的增长呢也是在2%左右。那发展中国家呢，像是印度、中国，其实 GDP 的增长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中国是4.5%，印度在6.5%。从整体上来看，全球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呢，其实并没有爆发。那为什么股市还是这么弱呢？原因呢是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在变差的。美联储在3月19号最新的经济预测当中呢，它预测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呢会从原来的2.1%下调到1.7%。高盛连续2周上调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目前预测衰退的概率呢达到45%，同时预计今年通胀会上升到3.5%，GDP 下降到1%，失业率高升到4.5%。摩根大通也预测今年的 GDP 的上涨受到压力，失业率可能上涨到5.3%。日银更加是给标普500两个预测价位，如果说经济尚可的话呢，目标价位是6500点；如果说经济衰退的话呢，可能会跌到4500点。那也就是从目前的最低点再往下跌7%左右。虽然眼下美国的经济数据还可以，但是呢，市场上对于未来1年的经济发展呢，还是比较悲观的。只要这种悲观的预期它没有好转，那股市就比较难真正的筑底反弹。
第二个重要的判断指标呢，就是美联储的态度。现在美股已经进入到一个熊市区间了，现在市场上是非常期待美联储可以释放一些比较宽松的信号，比如说是降息救市。但现实是呢，鲍威尔现在每次出来讲话，态度都非常的模棱两可。他现在还是一直在强调，当前的经济数据还是可以的，通胀有所下降，暂时不急的降息。所以现在每次鲍威尔讲话，市场的典型反应就是下跌。现在的美国联邦的基准利率仍然是在4.25%到4.5%之间，这个其实资金的借贷成本非常高，企业融资的压力也大，房贷的利率也高，所以整体的流动性就非常紧张。目前美国经济呢处于一个滞胀的状态。根据历史经验呢，当美联储开启快速降息、释放宽松流动性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股市稳定开始筑底的时间段。现在虽然说市场预测2025年可能会有3到4次的降息，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美联储还没有放出明确的信号说我要救市了。在这个状况下面呢，目前市场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第三个判断市场走势的指标呢，就是看钱往哪里流。在市场不确定、风险情绪高的时候，资金通常会流向避险的资产，比如说像黄金啊、美债这些低风险、抗波动的资产。但是这一次呢，债市的情况就有些复杂了，因为美国财政的压力比较大，现在美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6万亿美元了，再加上关税政策不确定导致现在美债市场就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这一轮的资金呢，更倾向于流向黄金。大家可以看到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黄金已经涨到了29%。那如果说从底部开始看，也就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9、10月份的时候吧，到目前它涨幅已经超过了108%了，就整整翻了1倍。那在我的长视频和短视频里面呢，也在关键点位提醒过大家关注黄金的机会。不过这边特别提醒一下现在黄金是一个快速拉升的状态，这个短线拉升非常明显，非常容易出现剧烈的回调。所以呢，如果说你想买黄金的话，不要在这种暴涨之后追很容易被套住。比较稳妥的做法呢，它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了之后再进场，比如说是这边回调了之后的反弹，或者说像3000点这边突破回调，然后再反弹重回3000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不错的入场点位了。黄金现在涨成这样，也非常可以看出来市场的避险情绪仍然是非常强烈的。如果说投资人对未来市场有信心的话，资金现在是应该慢慢的流回到股市，因为正常情况下面，股票的上涨潜力是比黄金和债券远远大得多的。比如说一只成长股吧，牛市的时候轻轻松松就可以翻个2-3倍，但是现在大家宁可是抱着黄金就可以说明了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和市场的信心呢，还远远没有恢复。总结一下，目前的市场情绪呢，还是偏向于避险的。那我们可以参考3个信号来判断市场是不是开始好转了。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美联储说我要快速的降息救市了，推出宽松的经济政策的时候。第二个呢，我们看黄金的价格有没有开始回落，说明市场的避险情绪那个时候就在减弱了。第三个呢，可以看经济数据有没有从比较差的状态慢慢开始回升，比如说 GDP 的增长本来是减弱的，之后呢，慢慢从底部开始回暖，这个时候大概率市场就慢慢在筑底，可以准备开始反弹了。当然到那个时候可能并不是最低的那个点但是呢，从我们投资角度来说，已经是到了可以布局的那个区域里面了，而不像现在这样子，市场一天猛涨之后又持续的下跌，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是跟着冲进冲出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容易亏钱的。那么回到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话呢，现在不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保持观望，把钱呢暂时放在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定存货币市场基金或者短期国债里面。目前的话短期国债利率也有4.3%左右了，你可以直接买国债，或者买一些短期国债的 ETF， 像 SGOV， 收益呢虽然不高，但是呢至少是保本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关税政策非常不确定，那未来可能通胀还是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又遇到了像之前这样8%、9%的高通胀的话呢，我们的钱包会快速的缩水。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配置一些抗通胀的资产，比如说是 iBond TIPS 或者是部分的房产，这些都是抗通胀的。
那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稍微高一点的朋友呢，也可以采取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的布局一些大盘的指数 ETF， 比如说像标普500的指数 SPY、VOO， 或者说纳斯达克前100的指数 QQQ。那 QQQM 的话，它的费用会更低一些。分批定投的话呢，虽然说我没有办法抓住最低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整体的收益也是不错的。那不管市场是怎么样震荡的，理财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不是去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而是知道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适合自己节奏的配置方案。像查理芒格说的，真正赚大钱的不是在买卖中，而是在耐心的等待中。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参考。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或者说你在想该怎么样布局，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讨论。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